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与阿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当地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当地时间周六，塔利班进一步控制首都喀布尔周边，最近距喀布尔只有50公里。截至目前，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19个省会城市，超过全国34个省会城市的半数。美英等国日前宣布，将向阿富汗派遣数千士兵，帮助使馆人员、本国公民及当地翻译撤离。阿富汗塔利班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各地推进。短短8天内，塔利班自称已经占领了阿富汗34个省会城市中的19个，控制了阿富汗全国2/3以上的地区。周边国家担心阿富汗冲突引发难民涌入本国。尽管俄罗斯与阿富汗并没有边境接壤，但阿富汗的邻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俄罗斯承担共同防御义务。俄防长绍伊古日前表示，俄罗斯高度关注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及塔吉克斯坦边境接壤区这一事态，要确保塔利班不得向两国越界。此前，俄军也和两国军队进行了多场指向明确的军演。那俄罗斯正在不断的去强调，要发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作用。现在俄罗斯呢正在不断的去号召周边的这些国家呢一起共同的联合起来去应对阿富汗局势更加动荡可能带来的这种风险。为期3天的阿富汗和平进程多边会议于周四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闭幕。来自中国、美国、联合国以及有关涉阿国际地区重要攸关方的代表，在会议期间就阿富汗形势、推进阿富汗和平进程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不过，会议进程并不顺利，结束时没有发表任何声明。阿富汗冲突不断升级，美军却仍在加速撤离。周二，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并不后悔撤军决定，阿富汗政府军应当为自己而战。根据拜登政府的撤军计划，美军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将在本月31号结束。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快了当地人员撤离的脚步。美国务院周四表示，美国将进一步缩减在喀布尔的文职人员数量，并在未来数周将驻阿外交人员减少至核心规模。五角大楼同一天宣布，将部署3000名士兵到喀布尔机场，准备协助美国驻阿使馆人员及当地美国公民撤离。美国防部发言人科比特别强调，增兵计划是临时性的，只为援助撤侨。五角大楼周五宣布，已有2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及1个营的陆军部署在喀布尔，将协助使馆及其他驻阿人员撤出。美国驻阿大使馆周四在官网发布消息，敦促美国公民通过商业航班立即离开阿富汗。该通知还提到，如果目前无法支付机票，可以联系使馆咨询归国贷款事宜。CNN 的报道披露，大使馆已命令工作人员销毁敏感材料以及旗帜、标识等可能被滥用于宣传的物品。美国务院称，此举是人员撤离时的标准流程之一。那么，其实美国的这样一个举动，也可以反映出来，它其实一直是在做一些这种防守性的策略。那么，这也体现出目前美国呢，在阿富汗总体上它的外交收缩呢，已经是大局已定。那么它不太可能会因为塔利班的步步进攻而停止它的撤军计划。除美国之外，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宣布，英国将在未来几天内撤离其大部分的使馆员工和官员，并派遣600名军人赴阿富汗协助撤离行动。德国外长马斯表示，将把德国驻阿富汗使馆的人员数量削减至最低。德国还派出了危机支持人员，以加强使馆的安全。丹麦和挪威则完全关闭了他们的驻阿大使馆。外界注意到，和西方国家近日集中发通知，仓皇要求撤离在阿本国公民不同，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早在6月份就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当地局势动荡，应进一步加强防范和应急准备，并利用国际商业航班等尽早离境。此外，原本中国和阿富汗之间并没有直飞的民航航班，为了帮助滞留阿富汗的中国公民顺利回国，厦门航空公司曾在7月2号直飞了一架特殊航班，接载210名在阿同胞回国。实际上，这趟紧急航班也飞得相当不容易。喀布尔机场周围山脉众多且地形复杂，落地期间为高温、乱流、阵风多发时段，直飞难度很大。而为了接回这一批在阿同胞，厦航一度推迟了起飞日期。起飞当天还未等一位旅客，延误了1个多小时。历经重重困难，飞机最终在武汉安全落地后，厦航发布新闻稿向在阿同胞表示，祖国没有忘记你们。那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又会给拜登政府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冲击呢？我注意到美军这次仓促撤离阿富汗，已经在西方国家内部引起了广泛的焦虑情绪与争议。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直言，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是个错误，并且表示，如果阿富汗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不排除英军重返阿富汗的可能性。但是拜登本人似乎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他说，不管阿富汗的局势如何发展，都始终在预料当中。不管塔利班的攻势如何，他本人对做出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绝不后悔。不过理想虽然很丰满，现实却是非常骨感的。我始终坚持认为，20年前美国攻打阿富汗，跟他在历史上打的所有战争都不同。在阿富汗这一仗，这是既打不赢又撤不出来的一场战争，涉及的这是宗教与文明的冲突，是持久的、难以调和的。让我们拭目以待。我认为用不了多久，拜登政府就会被迫面对执意从阿富汗撤军的苦果。首先，美国对于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阿富汗政权都可以撒手不管，这将会极大地动摇美国的其他盟友，尤其是中东地区盟友对于美国的信心，并进一步冲击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地位。假如塔利班最终再度夺取了阿富汗政权，并且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那不仅预示着美国世俗化与民主化伊斯兰世界的目标又遭到了一个重大的挫折，而且接下来将会鼓励更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群起而效仿，美国的中东战略将会因此而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是遭遇失败。除此之外，上述几大因素还将导致另外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更多的伊斯兰难民将会从四面八方涌向欧洲与美国。而且从当前的局势发展来看，美国正在错过改进错误的机会，剩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结账买单了。而且这个单不仅美国要买，西方国家要买，全球都得为此付出代价。而在我个人看来，其中当然也包括拜登总统自己，因为在阿富汗问题上，民主党与共和党虽然都是一丘之貉，但是特朗普与共和党一定会将当前阿富汗局势恶化的原因全部归咎到民主党与拜登头上。这件事情就势必会对民主党的中期选举以及4年后拜登的竞选连任产生重。台空军周五首度公布其 F-16V 战机在5月的一场演练中发射 AIM-120中程空对空导弹的视频。这是自2000年美国售台 AIM-120后首度同意在台湾本土射击。视频中还展示了台海空军各型防空反舰导弹射击的画面。台空军周五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这段视频显示 ，AIM-120精准击毁靶机。有绿营媒体炒作称，此举遏止攻击侵扰云云。这些画面来自于台空军今年5月10号进行的精准弹药实弹射击操演。当时，4架挂载 AIM-120导弹的 F-16V 战机从嘉义空军基地升空，飞往东南空域执行试射任务。其中2架 F-16V 各发射1枚 AIM-120，全部命中靶机。AIM-120中距空空导弹是美空军和海军研制的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它的飞行速度达4马赫，在攻击时不仅射程可达80千米，而且隐蔽性好，机动性能更强，过载达40G。在空对空导弹中，机动过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空对空导弹的机动过载越大，对手越难以使用机动动作来摆脱空对空导弹的追击。一般飞机的过载能力很少超过5G。对上 AIM-120导弹，意味着有8G 过载能力的战机都很难逃脱。它还具备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发射后不管和多目标攻击能力的第4代中程空空导弹。AIM-120导弹的第一次实战应用是在1992年12月，当时美空军第363联队的 F-16C 在伊拉克南部的禁飞区上空执行任务，仅用1枚该导弹即击落了伊拉克的米格25战斗机。此后，该弹在美军发动的历次局部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历经海湾战争一役，发射后不管型空空导弹在现代局部战争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因此也吸引了众多国外客户。到2002年 ，AIM-120导弹的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美国国内的订购数量，稳居世界空空导弹出口市场的龙头地位。2000年9月，美国政府同意向台湾地区出售200枚 AIM-120C 导弹，用于装备台空军的120架 F-16A/B 战机。
最初，美国方面规定将这些导弹存放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直到实战需要时才能运往台湾地区。不久后，美国又改变立场，在2003年11月，首批 AIM-120C5导弹运抵台湾地区。2007年，美国又批准台湾地区购买另一批共218枚 AIM-120C7 导弹。这些导弹分别部署在花莲和嘉义的空军基地，供 F-16机队使用。虽然 AIM-120已经装备台军多年，但台空军以往就这款导弹进行实弹测试，都是在美国境内进行。第一次是2000年10月在关岛进行，第二次是2001年初在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进行。台军每周都会进行空战演习，包括空空、空舰和空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但从未在台湾本岛进行过 AIM-120空空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此番作为美国售台 AIM-120后首度同意在台湾本土射击，引起强烈关注。一个是公布的时机是5月份的画面，有比较强的政治军事含义，它说明台湾已经有了新的手段。第二是向外界展示美台关系的升级。防务作家罗一桥的说法是，美国一直认为 AIM-120是一个敏感的武器系统，尽管这种导弹已经在台湾地区空军部署了近17年，但为了防止测量与特征情报泄露给解放军，禁止台湾地区进行实弹试射。除了早些年最初的导弹试射之外，台 F-16机组都是通过训练模拟器来掌握发射这种导弹的技术。5月10号的导弹试射应该已经得到美国方面的批准，而此时正值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之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 AIM-120导弹在哪试射需要美国点头，此前台军也多次要求在岛内进行爱国者3导弹的实弹射击，但美国始终不为所动。美国防务邮报日前的报道就再次印证，台军的爱国者3型导弹将在今年底至明年初在美国境内的白沙实验场进行实弹试射验证。台湾上次派部队赴美实弹射击爱国者3导弹是2016年的事情，当时也是台军在接收爱国者3反导弹系统后首次进行的实弹试射。美方规定，技术含量较低的爱国者2导弹可在台湾试射，台军每2年进行一次实弹试射，但是爱国者3导弹则只能在美国进行试射。美方认为，一旦在台湾进行爱国者3的实弹测试，可能会让大陆轻易取得相关参数，进而影响到美国在日本、韩国等地的导弹防御网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原因。台湾空军试射 AIM-120这种导弹，应该说是在美国受训的时候，在美国本土进行试射的。那么台湾当局要求在这个美国本土以外，台湾地区进行试射，美军的话呢，在这方面的话，它要经过综合的评估。那么现在台湾公布了在台湾本土，应该说它已经征得了美国人的同意，它预示着美台军事关系进一步的升级。美国 The Drive 网站战争地带专栏在5月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就指出， AIM-120测试的时机很重要，因为台湾地区正在进行 F-16V 升级计划，而这种战斗机是台空军性能最强的型号。据了解，台空军对 F-16战机的筹划与部署分2路同时进行。现役 F-16战机共141架，正进行代号为凤展计划的性能提升，将会提升达到 F-16V 等级，预计在2023年底前执行完毕。而台湾向美国新购的 F-16V 战机方面，总数为66架，首批2架预计在2023年交付来台，预计在2026年以前全数交运台湾。香港乱港组织近日相继解散。日前有港媒报道称，反中乱港组织民阵于周五晚再次举行会议。据悉，这次会议正式决定解散民阵。周日下午，民阵将对外公布未来去向。民阵上周举行临时大会，初步决定解散该组织后，引起社会广泛反响，纷纷认为民阵是死期已到，咎由自取。民阵周五晚间再次举行会议，刻意不在位于旺角永旺行的职工盟办事处举行，而改在旺角太子道的一个商厦内秘密商议，企图掩人耳目。香港文汇报报道称，会议确定了上周临时会议所做的决定，正式通过解散民阵。据港媒报道，民阵将于周日下午对外公布未来去向。民阵作为蓝潮派最大的平台，长期反中乱港。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周四明确表示，民阵近年组织了一系列大型非法游行集会，可能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已搜集相关证据，随时对违法组织依法采取行动。同时，他也透露，警方不排除继续对一些主要民阵骨干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检控。
香港大公报的文章指出，对民阵来说，自行了断是唯一出路，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虽然民阵领导层企图负隅顽抗，扬言不会解散，摆出战到最后一刻的架势，但形势比人强。街工、民协、公民党等成员作鸟兽散，剩下的成员屈指可数，早已失去往日的嚣张气焰。特别是教协解散后，民阵大多数成员为自保倾向解散，民阵领导层仍妄图硬碰到底，真是不知今日何日。因为国安法它明确规定了几类犯罪，包括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然后呢勾结境外或者是国外敌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罪，就它有一些这种就是把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主要的罪行做了规定。所谓的这个民阵，它的很多行动实际上已经是涉嫌触犯了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这些犯罪。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一举扭转香港乱局，实现了重大转折，从根本上堵住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方面的漏洞，斩断了内外敌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黑手，彻底击碎乱港图谋，有力护航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而目前，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首场选委会选举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周四，为期1周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已经结束，选举主任共接获1056份提名表格。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國衛表示，提名過程順暢，各界積極踴躍參與。有啲並非真心誠意係擁護效忠嘅人士咧，佢知道咁嚴謹嘅審查情況底下咧，未必可以混入去到呢個選舉裏面咧，從而咧係卻步唔參加呢個選舉，亦都係我哋意料之內。我哋追求嘅並唔係一個量嘅增加，係一個優質民主嘅進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相信咧喺今次我哋完善選舉制度之下，今次呢個選委會個安排咧係應該係達到我預期嘅效果。曾國衛表示，新選制具有優越性，選委會本身就包羅萬象，是香港的縮影。新增界別擴大了選委會整體代表性和均衡參與。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經過同一個選委會選出來，有助於建立共同政治理念。日後行政立法的關係和工作會更加如魚得水。下一步工作將由香港特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或提名人是否符合要求，包括是否效忠香港特區和擁護基本法。會在本月26號前完成有關工作。在香港政務司司長、資審會主席李家超的領導下，資審會正緊鑼密鼓地進行工作。我哋要求咧就唔係話一個清一色嘅一個管治我哋都希望可以多啲多元嘅聲音咧，係引進我哋嗰個制度管治制度裏邊，但係個前提就一定要愛國者咯。如果你並非愛國者，即使你透過呢啲咁嘅競爭而進入咗我哋嘅憲制範圍裏面好似過往咁嘅情況，你利用議會嘅職位或者係個工作咧，係進行一啲反中亂港工作，呢個就反而對香港未必係好事。我哋並唔係話阻止任何人士，包括民主派咧係入閘。相反地咧，只要佢哋係愛國愛港、真誠愛國愛港嘅話咧，我哋歡迎任何人入閘。在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整個佈局中，選委會是其中一個重要安全閥，功能是確保愛國者治港，避免亂港分子進入香港特區管制架構。選委會的功能包括選出立法會40個議席，成為防止立法會被侵佔的一個安全機制，以及負責提名立法會候選人，為立法會選舉把關，避免亂局重現。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它在香港選舉制度中是具有基礎性的一個作用因為呢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它本身它具有比較強的代表性它代表香港的整體利益。而且呢，來源比較廣泛，更重要的是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選舉委員會本身，它是香港一系列其他選舉的基礎。相關話題來連線特約評論員張思南，張先生您好。據港媒報道，民陣已經決定解散，那麼對此您有何觀察呢？對於組織而言，解散有兩層意義。第一是組織就此停止運作，成員之間聯繫消失，不在一起搞事情。第二是這個組織本身也不再存在，放棄了在法律上的權利與地位。就民陣解散一事，我們必須要分開來看。第一點的確發生了，這叫作鳥獸散；而第二點呢，這是個偽命題。民陣作為一個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平台的組織，從一開始就不具備相應的權利與地位。一個從未被正式承認過存在的組織，又談何什麼解散？首先，
民政在事实上长期存在，不等于其权利和地位为法律所承认。这不仅仅在于民政在多大程度上违背了香港社团条例，这在我看来只是某种技术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民政违背了香港社会最起码的政治正确，也就是爱国爱港，承认国家对于香港的主权与治权。从03年到14年，再到19年，外界不断看到有反中乱港分子借助民政这个平台，宣扬地方保护主义、分离主义，乃至是仇警、杀警的恐怖主义思潮与诉求。这种对于基本政治正确乃至是人类道德良知的挑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被允许的。因此，无论民政对内有着怎样的定位，对外又有着怎样的宣称，无论是默许、纵容，还是支持任何反中乱港行为，挑战香港的政治底线，就是做出了最终的表态。等待民政的最终命运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某种意义上，我认为那些支持民政的人不是不理解这一点，而是不愿意理解罢了。其次，民政所谓的解散，就是在试图规避这个命运，试图在反向操作，在最后一刻将自己洗白。我们说，一个老工人辛勤一生，最后停止工作，那叫退休；而一个老扒手不再行窃，那不叫退休，而叫停止犯罪。在政府的最终决断到来之前，民政有意趁着时间差，营造一种悲壮的氛围，仿佛是自己被迫害，迫于某种压力而不得不宣布解散，希望以此将一种悲剧英雄的印象留在港人的心中。但正如我刚才所言，这不该是民政最后的命运，这样的打马虎眼我们绝对不允许。相反，我们有必要让全体港人了解到民政究竟是怎样的货色，以及这样的货色会被如何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从此前的教协到如今的民政，近期一系列反中乱港组织纷纷作鸟兽散，那么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这些所谓的解散也好，停运也罢，并没有那么简单。从苹果日报开始，这些被打散的反中乱港组织明面上停止存在，也许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也许是为了转入地下。说白了，民政就是一个部分香港政治力量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作为武器对抗中央政府的平台。而随着香港社会体制不断的完善，当民政可以运作的灰色空间不断缩小，就像一只下蛋的鸡，下不出来的时候，杀鸡取卵反倒是榨取最后的价值唯一的选择。所以表面上部分港人暗戳戳渲染民政的壮烈气氛，一众欧美媒体也在不断为民政致悼词，吹捧过去民政做出的所谓贡献，看起来是如此的郎情妾意，但本质上这不过是杀鸡取卵罢了。是当民政活着已经无法继续为反中乱港势力创造价值，就只好寄希望于自己能死得惨烈一点，来递最后的投名状。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大概率会看到更多像民政这样的组织做鸟兽散，甚至那些散了的鸟兽也会继续背负着某种悲壮的形象来搞事情。但他们似乎忘了，从苹果日报的葬礼开始，这些荒诞剧就没有溅起过多大的水花。有意思的是，这么蠢的路，到底还有多少人要继续走下去呢？好的，谢谢张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